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观世间。当我们谈到念佛，总会有一些不经意的小故事，让人深思。有一次，谭虚老法师在讲述念佛的时候，提到了他的师父地老法师的一个徒弟。这个徒弟的故事至今仍让我印象深刻。地老法师曾经亲口对大家讲过这个故事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，这个徒弟的背景并不特别，他是一个手艺人，俗话说是锅漏匠。什么是锅漏匠呢？简单来说，他是修理盘子、碗、瓷器的人。要知道，古时候的碗若摔成3片、4片，有些还能用锯子把它修补起来，依然能够继续使用。那时人们珍惜物品，能修理的都不轻易丢掉，这就是所谓的节俭。如果你曾经到过外国，看到一个锯过的碗，恐怕会觉得惊讶，这样的修理似乎不太常见了。但这个徒弟对于出家修行有着不同的想法。当时地老法师正在金山参禅，他在金山住了很长时间，曾经讲过不少的经，却总觉得自己没有参禅的深厚功夫，所以讲经的效果不如预期。人们也觉得他讲得不够有力，认为他还没有真正的参禅。但地老法师自己却不以为然，他认为参禅也不过是一个途径罢了。于是他便开始在金山深入地参禅集，年后才有人真正听他讲经并且信服他。有一天，从他的家乡来了一位老乡，这位老乡孩是他小时候的玩伴地老法师，其实出身于商贾家庭，曾经跟他舅舅学过仪术，后来才投身于佛门。这位老乡见到他后，开门见山地说自己想要出家，并且想要认他为师父。这让地老法师有些为难，因为这位老乡年纪已经40多岁，而且从来没有学过什么经典，觉得这样的人出家，既无经典的基础，又无办法承受苦行，根本是自找麻烦。地老法师多次劝他放弃这个念头，然而这位老乡却坚持己见。他说，只要你肯收我做徒弟，我一定听你的话，无论你怎么说，我都听。经过一番挣扎，地老法师最终答应了他的要求，收他为徒。地老法师告诉他，你这么大岁数，学经典的时间已经不够了，倒不如听我的话，专心修行。这位老乡答应了，说，我听你的话，只要让我出家就行。地老法师心生一计，说道，有一位曾经是锅漏匠的人，他出家后修行成道，你可以向他学习。徒弟答应了，听从地老法师的安排。地老法师又说，你出家后不必受戒，我帮你找一座小庙，你就住在里面，专心念佛，白天黑夜都不停地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直到你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再继续念。他还特别嘱咐说，庙里的老太婆会来给他煮饭，他只需要念佛，不需要做其他任何事。地老法师当时在南方的金山有很高的名望，信徒众多，信仰佛教的人也很热心，因此他可以轻易地位。徒弟安排好一切，这位徒弟听从师父的安排，便开始了他的修行生活。他住进了那间小庙，日复一日默默地念佛。他不再做手艺，也不再跟外界有太多的接触，只是专心致志地念佛。几年后，这位徒弟的修行有了些许进展。大家都知道，一个人出家的时候，修行的心情最为澎湃，他全心投入，每一天都像是有了很大的收获。然而，时间一长，这份出发心的热情可能会逐渐减退，这位徒弟也不例外。虽然他依然念佛，但渐渐地心里的信念开始变得模糊，但他仍听地老的话，只要睡醒就念佛。他从前做手艺挑东西，双腿有劲，就绕着佛念，累了就坐着念。地老法师也不知他念得怎么样，就这样念了3-4年。有一天，这位徒弟告诉煮饭的老太太，明天你不用煮午饭了，我不吃了。老太太听了，还以为是有朋友请他吃饭，心里并不以为意。结果第二天，老太太按时去庙里，却发现小庙的门没有关，
他进去一看，只见那位徒弟站在床边，面对着窗外，手里拿着树珠，似乎在念佛。老太太走近，发现他不再有呼吸，已经安详地往生了。最让人震惊的是，他竟然是站住往生的，手里依然紧握住树珠和一把灰。经过仔细检查，发现他手中还握着几块大洋，这些钱显然是他过去做手艺时积攒下来的。为了防止人们不知道他过世后的安排，他把钱放在手中，似乎是希望这些钱能够帮助办理后事。事情一传开，令所有人都惊叹不已。当消息传到地老法师那里，他赶紧坐船前来。当他看到徒弟站住往生，站得那么笔直，便知道这是一种非凡的功夫。这位徒弟的修行并非空洞的理论，而是真正的达到了他应有的境界。地老法师感叹道：“这样的成就比做方丈、当大法师还要高明。”后来，地老法师在讲述这段经历时，特别提到，这两位徒弟的修行方法截然不同。一位参禅多年，虽然也有几分功夫，但终究只是当了个土地爷；而另一位虽然只修念佛法门，修行3-4年，最终以这样非凡的方式往生。实际上，这样的修行才是真正的成就。地老法师的这个故事，让我们明白了念佛法门的不可思议。念佛不需要过多的理论，也不需要太多的技巧，只要心中诚恳，一心念佛，不怀疑，不间断，无论日夜都能往生净土。这是一条人人都能走的修行路，不需要高深的禅定，也不需要什么密宗的修法，只需要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准能往生佛国。